龚俊自从今年2月凭借《山河令》走红之后，近1年的时间内又接连拍了几部新剧，但无一例外，收视率和评价全部扑街。这也算是娱乐圈给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上了一课。近日由龚俊、乔欣等人主演的浪漫爱情悬疑剧《沉睡花园》在芒果台播出，芒果 TV 同步上线。该剧讲述了自媒体情感公众号博主潇潇与专业心理咨询师林深成就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故事，并且该剧的首播成绩亮眼，在晚间黄金档取得了全平台的收视冠军。那么这部剧能让龚俊再次掀起风浪吗？一起来看看吧。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龚俊在《沉睡花园》中饰演的林深，既是一名高冷教授，又是一位暖心绅士，还是一个治愈系男友。这人设应该是很多女孩子理想中男朋友的样子了，也是今年冬天剧中的第一个暖男。《沉睡花园》开篇剧情中，素未谋面的男女主因缘际会的产生了交集，有了首次相遇，标准的偶像剧套路。来看看林深教授在课堂上的前后表现，从一开始站在讲台，面对学生们展现出沉着稳重、儒雅随和，再到视频中看到女主侃侃而谈时，面部表情变化展现出的各种状态，端详、倾听、一丢丢审视、认同、持反对意见，在没有语言表达的前提下，都是通过微表情来体现的。而两人在后面的剧情中针锋相对，又别有一番滋味，也为后续的剧情冲突做了铺垫。心理学教授林深和自媒体情感公众号博主潇潇在一档恋爱综艺节目中结缘，后因潇潇闺蜜意外失踪，他们开始携手探寻真相。学院派心理咨询师林深与野路子开朗少女潇潇相互过招，从水火不容到相爱相杀，再到甜甜蜜蜜。沉睡花园算是龚俊自《山河令》以后接到的最靠谱的剧本，在这里龚俊的演技有了肉眼可见的成长，角色塑造上有了自己的考虑，加入了肢体语言。所谓高冷不是面瘫，反而会被逗笑，先是忍俊不禁，再立马收住，会被惹恼也能迅速用高素质的人设压住，这些细节都能用高清无滤镜的对联镜头显而易见的发现。人设上主角是心理咨询师加心理教授的高智商人群，但这不像隔壁女心理师中的超能力，没有断案如神，剧情上也不是无脑炫耀主角光环下的个人能力。精彩画面不只有龚俊一人，而是大家一起探索接二连三发生的一个个小故事，逐步抽丝剥茧，展现每个人物的魅力。再深入到故事的思考中，说实话，该剧的质量确实有点超出预期，剧情紧凑不拖沓，不是单纯的甜宠剧，有悬疑剧情，偶尔有点小恐怖，单元故事很有新鲜感。龚俊的演技也没毛病，没有把高冷男神演成面瘫，微表情很丰富。乔妹也没有把开朗活泼演成傻白甜。林深在专业上谨言慎行的形象也跃然纸上，期待龚俊、林深在《沉睡花园》中的后续表现。除了该剧之外，龚俊最近的待播剧就是刚刚杀青的他和迪丽热巴还有刘宇宁主演的《安乐传》了。据悉，这是一部典型的大女主复仇剧，该剧的主演阵容可谓是相当豪华。龚俊的古装扮相令人放心，这从年初的温客行一角就能看出，是非常经典的荧屏形象。而这次在《安乐传》中的形象也是非常适合他的气质，和人物本身的形象也非常贴合，十分值得期待。该剧预计将于明年1季度上线，喜欢的观众可以多多留意一下。时间再往前一点点，金秋档期的时候，龚俊和王子璇搭档主演的《而你刚好发光》就受到了一些吐槽，光从演员配置和剧情简介来看，就是一部校园偶像剧。这种类型的剧想要拍好的话，重点是要还原出真实的校园生活，这是有很大难度的事情。而且这部剧的拍摄时间竟然是在2017年，却压了整整4年才正式上线。而影视市场本身就瞬息万变，观众们的喜好变化也很快，这肯定也是播出后观众们都不买账的原因之一。再有，这部剧重点还是讲述女主的成长史，所以剧情最开始也是由女主伪造录取证书展开。不过这段剧情显得比较尴尬，毕竟伪造录取通知书难度不小，很难让观众产生代入感，似乎是为了增加看点。编剧还不断给女主设卡，首先是爸爸陪同发现名册上没有自家女儿的名字，等女主糊弄过去后，爸爸又说要去学校和班主任面谈，
前，女主提出让闺蜜假扮自己的班主任，每个转折点都让观众有一种离了大谱的感觉。从女生寝室的布景中也能感受到，而你刚好发光犯了很多青春校园剧的通病，那就是背景环境格外高大上，反而不像是大学校园了。更尴尬的是，男主意外向女主妈妈抖露出了他参加艺考这件事，直接暴露女主伪造录取通知书，短时间内就发生这么多意外和巧合，伴随雷点一并而来的就是无尽的槽点。编剧对于剧情推进节奏的把控有很大的问题，而龚俊当时的演技也流于表面，非常单薄，大概是因为当年拍摄时还比较青涩淳朴。值得一提的是，龚俊在剧里根本没有偶像包袱，而且还是原声台词，这点就比较真实。除了剧情雷人之外，而你刚好发光最关键的还是主角颜值都比较普通，这对于一部偶像剧来说比较致命。龚俊虽然在几年前青春活力满满，但能够看出来五官打扮都不加修饰，非常不适合现代造型，显得很土气，和阳光帅气这样的形容词直接不沾边。他和女主之间也没有什么强烈的 CP 感，女主看起来还有点显老，作为观众来说完全感受不到这部剧的青春气息。整体看下来，而你刚好发光从剧情到演员的问题都不小，不过这部剧已经压了4年，对于剧方和演员来说应该是播出即是胜利。只不过这部剧上线之后，龚俊的能力又遭受了一波质疑的声音。同样是龚俊主演的剧，拍摄于2017年，憋了4年才上线的还有一部《指尖少年》。话说龚俊也别叫什么宝藏男孩了，不如叫古董男孩得了。据悉该剧为龚俊毕业后第一部出演男主角的作品，但因为故事不佳、制作粗糙等原因一直未被定档。而这部剧在今年4月底上线时，刚好赶上《山河令》收官不久，显而易见是想吃一波《山河令》后龚俊走红的福利。对于粉丝而言，能在屏幕上看见偶像星座可谓是甘之如饴，就算剧情特效再拉胯也能追下去。但对于观众而言，这个中二风满满的故事确实难以入眼。如果不是因为龚俊和陈瑶之间超强的 CP 感和剧中人物设定还算是有些亮点的话，估计是多1秒都看不下去。指尖少年讲述的是一个中二故事，开端是某款现实虚拟游戏，有点刀剑神域的意思。龚俊饰演的任一霞和陈瑶饰演的古灵还有路人黎渊是这个游戏的忠实玩家。就故事设定来看，指尖少年其实挺有新意的，不是传统在游戏时间中升级打怪的设定，而是将游戏和现实世界连在一起，世界观变得更大。但与此同时，指尖少年在剧情上也有很多明显的缺点。首先是逻辑混乱，开篇游戏场景将观众带入剧情，这一点做得很好，但后续情节走向完全就是莫名其妙。上一秒是任一霞和古灵相遇时意外被古灵泼水的桥段，高效感满分，下一秒转到任一霞和黎渊骑着摩托车在街头狂飙，然后出车祸的狗血剧情。能理解编剧想要爱情线友情线两手抓的心思，但两段情节之间转换太生硬，前后风格也全然不搭，一个青春一个狗血，只会让观众感到没有逻辑。在演员演技上，相比于《山河令》中的层次明显，龚俊在《指尖少年》中的表演要更加青涩一些。因为是处女座的缘故，所以对表演的掌控还不是很成熟，经常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这是表演上最大槽点。最后就是作为一部以游戏世界为主的剧集，剧组似乎是经费不足的样子，特效非常拉胯，不管是人物造型还是环境布景，都是一股影楼风的感觉，甚至还不如某些日本动漫来的精致。从以上几点来看，相比于《山河令》中行侠仗义的快意江湖生活，《指尖少年》的故事精彩程度弱掉一大半，这也使得这部剧成了一部妥妥的打发时间的下饭剧。最后再来看看观众期待很高的《你好，胡彦兰》，实际在开播以后，该剧的表现也是备受吐槽。龚俊的颜值毋庸置疑，女花的私人定制蓝色制服、橘色救援服穿在她身上，职场变秀场。和绝美温客情相比，短发造型的霍妍暴露了龚俊颜值上的小 bug， 太阳穴凹陷、颧骨外扩、嘴巴微凸，这些都是小问题，能通过打光造型来弥补。但是龚俊和张慧雯的搭配严重缺乏 CP 感，甚至让观众感觉有点出戏。然后是剪辑混乱到让观众产生自我怀
怀疑是不是刚刚错过了什么剧情，怎么突然看不懂了，剧情被剪得稀碎。然后是龚俊的演技和台词都比较生硬，确实需要好好潜心修炼一番。不少网友为此提醒龚俊要好好挑剧本，资源既然比以前多了，选择的余地自然变多了，不要随意尝试一些拿捏不住的角色。这就是龚俊今年交出的大概成绩单。除了《山河令》和在播的《沉睡花园》，其他剧确实都有明显的短板。《沉睡花园》目前看来确实非常不错，龚俊在剧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应该可以成为他的又一代表角色。期待这部剧后劲十足，能够让龚俊过个好年。同时也希望龚俊可以趁着年底的时间给自己放个假，好好找个前辈学习一下，这样才能走在上升的路线中。同时也期待明年的《安乐传》，龚俊可以有所突破，为观众带来新的惊喜。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